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Alexander Elder 的以交易为生。Alexander Elder 曾是一名临床精神病学医生，他在进入金融交易领域后，将精神病理学的临床经验与市场的实战相融合，建立了一套基于心理控制、系统分析和资金管理的生存体系。他不仅是一名专业交易员，也是全球早期交易训练营的发起者，为众多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提供交易行为与心理层面的专业辅导。这本书没有兜售预测行情的内幕指标，而是指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常识：交易不仅是对买卖信号的判断，更是反人性的心理测试。他将成功的交易明确为3个不可或缺的支柱，也就是著名的3M 系统：心理 mind、方法 method 和资金 money。 没有坚实的心理防线，再好的方法也会被情绪扭曲；没有严格的资金管理，即使胜率占优，也会被一次意外击穿账户。面对这个容易诱发人性弱点的博弈场，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清价格波动背后的群体心理，建立起能够长期存活的交易秩序。人们在进入金融市场时，往往带有极大的盲目自信，认为凭借自己的智力可以轻松获取利润。许多人误以为交易是一场零和博弈。如果是2个人抛硬币打赌，每注10美元，赢家拿走10美元，输家输掉10美元，这确实是零和博弈。但在真实的交易环境中，你每一次买入和卖出都必须向经纪商支付佣金，并承受买卖报价之间的滑点损失。这就意味着赢家赚到的钱实际上是9美元，而输家依然实打实地亏损了10美元。这部分流失的资金被交易通道抽走，因此交易本质上是一场复合博弈。在这个环境里，仅仅做到表现平平，注定会使账户资金被摩擦成本逐渐吸干。面对这种持续的资金消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散户不断向市场投入真金白银？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看，许多持续亏损的交易者在行为模式上与嗜酒者互戒协会 Alcoholics Anonymous 中的酗酒者毫无二致。酗酒者总是拒绝承认自己对酒精失去了控制力，他们坚信自己随时可以戒酒。亏损的交易者同样拒绝承认自己缺乏一套可行的交易系统。当一笔交易遭遇亏损时，他们不会停下来修正规则，而是认为只要下一笔交易加大仓位，就能把失去的钱赢回来。他们真正追求的并非长期的资金增长，而是市场价格上下跳动时大脑分泌的多巴胺所带来的短期刺激。建立盈利体系的第一步是放下对市场的征服欲。在嗜酒者互戒协会中，一个人只有在经历了失去家庭或工作的触底时刻，才会真正站起来承认自己对酒精无能为力。在交易中，这个触底时刻往往表现为账户的严重缩水甚至爆仓。一个成功的交易者必须经历这种心理上的投降，承认自己的判断会被情绪左右，承认自己无法预测市场的走向。只有在内心中建立起这种认知的底线，交易者才会把注意力从试图控制市场转向控制自己的行为纪律。当个体的心理防线建立之后，接下来的任务是理解你所处的交易环境。市场并不是一台冰冷运转的机器，而是由成千上万个怀揣贪婪与恐惧的个体聚集而成的庞大群体。图表上跳动的每一个价格都不是单纯的数字，它是买方、卖方和持币观望者在特定瞬间达成的一种价值共识。一笔交易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买方害怕价格继续上涨而错失良机，同时卖方害怕价格继续下跌而承受更多损失。那些站在场外犹豫不决的观望者，则为下一次价格的剧烈波动储备了潜在的燃料。技术分析的实质是对群体心理和行为轨迹的社会学测算。以市场中常见的支撑位和阻力位为例，这些并非图表上随意画出的线条，
而是市场群体痛苦与喜悦的共同记忆。假设某只股票在$50的价位横盘了数周，随后突然爆发，一路上涨至$70。在这个过程中，当初在$50买入的人感到非常懊悔，只恨自己买的太少，而在$50做空的人则承受着巨大的账面亏损，他们在内心中急切地祈祷价格能够回落，以便自己能够保本逃离。与此同时，那些一直在场外观望的人则为错过行情而自责，决心在下一次机会出现时立刻入场。当这只股票的价格不可避免地再次回落到$50时，这3个群体会同时采取行动。买入者选择加仓，被套牢的做空者赶紧买入平仓，观望者也终于下定决心进场买入。这种由共同记忆和情绪反应引发的集中买盘，就形成了一个坚实的支撑位。然而，盲目跟随群体行动是非常危险的。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保留了随大流以求安全的本能，但金融市场里的群体是盲目的。当一个上涨趋势变得路人皆知，所有人都感到绝对安全时，意味着最后一个持币观望者也已经买入了股票。由于再也没有新的买盘来维持上涨的动能，趋势就会在此刻耗尽并发生反转。要在市场中存活，就必须在群体陷入狂热时保持清醒的局外人视角。置身于市场之中，要想不被群体情绪的巨大引力所吞噬，就必须在交易时间之外建立一套能够隔绝人类本能反应的保护机制。在古希腊神话中，尤利西斯 Ulysses 的船只要经过一片海域，那里有色妖 Sirens 在礁石上唱着动听的歌声，所有听到歌声的水手都会不由自主地将船驶向礁石，最终粉身碎骨。尤利西斯既想听色妖的歌声，又想保住性命，于是他让水手用蜂蜡堵住耳朵，并命令水手将自己紧紧绑在桅杆上。他立下规矩，无论自己听到歌声后如何疯狂地哀求松绑，水手们都绝不能理会。在金融市场中，盘中不断闪烁的红绿报价和各类突发新闻就是色妖的歌声。当价格飙升时，它们唤起人类极度的贪婪；当价格暴跌时，它们引发令人瘫痪的恐惧。如果交易者在开盘时间坐在屏幕前，依靠行情的跳动来临时决定买卖，就等同于没有任何防护就驶入礁石区，最终必然会被情绪反噬。你的交易计划就是那根保命的桅杆，这份计划必须在市场修饰、大脑处于绝对理智的状态下书写完成。它必须明确规定资金入场的触发条件，如果不符合条件绝不进场。它必须包含一个坚决的止损位，在入场的同时就输入交易系统，作为斩断亏损的物理防线。它还必须设定一个客观的出场目标。当开盘钟声响起，交易者的任务仅仅是像机器一样执行计划。如果在交易进行中，你因为害怕利润回撤而提前平仓，或者因为抱有侥幸心理而悄悄撤销了止损单，这就等同于你亲手解开了绑在桅杆上的绳索，向色妖的歌声屈服。专业的交易从不追求心跳加速的刺激。当你用严苛的纪律管理好自己的心理，严格按照事前制定的规则去执行时，交易就会从一场令人情绪失控的赌博，变成一项枯燥但能够持续积累优势的商业运营。在建立起不被群体情绪裹挟的防线之后，交易者需要一套客观的工具去衡量多空力量的对比。绝大多数人在进入市场时都会面临一个普遍的困境，那就是技术指标的相互冲突。当你打开交易软件，调出移动平均线，它可能正稳步向上，暗示你应该买入。但与此同时，你调出的相对强弱指数却处于超买区域，警告你市场即将回调，应该卖出。这种让人无所适从的矛盾，根源在于交易者局限于单一的时间周期。金融市场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环境，价格的变动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向。
一根正在上涨的日 K 线，如果放在周线图的长周期里观察，可能仅仅是一个巨大下跌趋势中微不足道的反弹。如果交易者只盯着日线图寻找买入机会，就如同在一艘正在沉没的巨轮上去抢占一个正在向上升起的救生艇位置，最终依然难逃被大趋势吞噬的命运。为了解决时间周期的冲突，市场中存在一个关于时间倍数的法则，被称为5倍因子。观察日历可以发现，一个月大约包含4个半完整的交易周，一周包含5个交易日，一个交易日包含5个到6个交易小时。每一个相邻的时间周期之间，大约都存在5倍的换算关系。如果你平时习惯在日线图上进行交易，那么日线图就是你的中间周期。按照5倍因子法则，你的长周期必须是比它高一个级别的周线图，而你的短周期则应该是比它低一个级别的小时图。为了在这些相互矛盾的周期中寻找一致性， Alexander Elder 开发了一套经典的3重滤网交易系统 Triple Screen Trading System。 这套系统不依赖任何单一的指标，而是强迫交易者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必须将市场走势放入3个不同的时间周期中进行交叉过滤。这就像是对市场进行3次不同倍数的显微镜扫描。第一重滤网用来识别长期市场的潮汐方向，第2重滤网用来捕捉逆向回调的短期波浪，第3重滤网用来锁定精确入场的微小涟漪。只有当这3层过滤器的条件完全契合时，一个具备高概率优势的交易信号才会真正成型。通过这种机制，交易者被强制拉出盘中的价格噪音，建立起严密的客观决策矩阵。在3重滤网交易系统中，第1重滤网的核心任务是辨认市场的长期潮汐。如果你的日常交易图表是日线，那么第1重滤网就必须建立在周线图上。在这个级别，我们需要使用的是趋势跟随指标，其中最有效的是移动平均收敛散度 MACD 的柱状线。MACD 柱状线反映了长期市场多空力量的对比变化。当周线图上的 MACD 柱状线最近2根柱子的斜率向上时，说明多头力量正在增强，长期的市场潮汐正在上涨。第1重滤网是一道严格的单向阀门。当周线趋势向上时，它只允许交易者采取买入或持币观望的动作，无条件否决任何做空的指令。相反，当周线趋势向下时，你只能做空或观望，绝不能试图去抄底。这道滤网从一开始就排除了逆势操作的致命风险。确立了大潮汐的方向后，我们进入第2重滤网。第2重滤网回到你的日常交易周期，也就是日线图。在这里，我们的任务是寻找与大潮汐方向相反的短期波浪。此时需要使用的是震荡指标，例如随机指标 Stochastic Oscillator 或强力指数 Force Index。震荡指标就像是绑在弹簧上的重物，当它被拉伸到极端位置时，随时准备向中心均值回弹。假设周线图上的 MACD 柱状线明确向上，第1重滤网发出了买入许可。我们随后来到日线图，观察随机指标的走势。当市场出现几天的连续回调，导致日线随机指标跌破 30% 的下限，进入超卖区域时，第2重滤网的条件就被触发了。这2个信号的组合揭示了一个高胜率的群体心理状态。长期的宏观趋势依然掌握在多头手中，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恶化，但由于短期的利空消息或获利盘回吐，日线级别的散户群体产生了短期的恐慌性抛售。在长期上涨趋势中去承接短期的恐慌盘，就是在顺大势的前提下逆小势。这种操作方式避开了在价格最高点追涨的风险，将买入成本压缩到了局部低点。第1和第2重滤网的配合，通过大周期定方向，小周期找回调的交叉验证，为交易者筛选出了阻力最小、利润空间最大的潜在机会。当前2重滤网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组合，
也就是周线长期趋势向上，且日线短期指标超卖时，交易者依然不能立刻施价买入，市场随时可能继续恐慌下跌，甚至导致长周期的趋势反转。这时候，我们需要启动第三重滤网。第三重滤网用来识别盘中的微小涟漪，它不需要借助任何数学指标，而是完全依靠价格本身的市场行为来触发精准的入场指令。这种技术被称为追踪买入止损单，也就是 trailing buy stop。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在周线看涨、日线超卖的当天收盘后，交易者查看当日 K 线的最高价，在下一个交易日开盘前，将买入指令设定在比昨日最高价高出一个跳动点的位置。这是一种条件触发单，只有当今天市场恢复上涨动力，并且价格真实突破了昨天的最高点时，券商的系统才会自动将你拉入市场。如果在接下来的交易日中，市场继续下跌，价格没有触及你设定的突破点，你的买入指令就不会被执行。此时，你不需要撤销交易，而是要在收盘后将买入指令下调到今天这个更低的 K 线最高价上方一个跳动点的位置。只要周线的上涨趋势没有被破坏，日线的震荡指标依然处于超卖状态，你每天都要重复这个下调追踪买入单的动作，直到市场最终反转向上，强行将你带入这笔交易。追踪入场单的机制剥离了交易者在屏幕前的主观冲动，你不是在主动追逐市场，而是设定好陷阱，让市场趋势本身来确认它的反转，并将你带上车。一旦入场指令被触发，第三重滤网要求交易者必须在同一秒钟将保护性的止损单设置在过去几天回调波段的最低点下方一个跳动点处。这三道滤网的层层过滤构建了一个严密的执行闭环。第一重滤网用大周期屏蔽了逆势交易的危险，第二重滤网用小周期过滤了盲目追高的冲动，锁定具有安全边际的回调区间。第三重滤网用条件单排除了主观情绪的干扰，将入场动作变成了冰冷的物理触发。按照这套客观规则去运转，交易就变成了一项只扣动高概率扳机的机械流水线。即使拥有了能够在多个时间周期交叉验证的高胜率交易系统，依然无法改变一个客观事实：任何系统都会产生亏损的交易。在波谲云诡的金融市场中，一连串的失误是概率分布的正常现象。如果单笔交易承担的风险过高，一次正常的概率回撤就会将账户资金清零。因此，必须在资金层面设置一道坚固的隔离墙。这道防线被称为 2% 风险准则，它就像是潜水员在深海中布置的防沙网，用来抵御单次致命的巨额亏损。2% 准则的定义非常明确，在任何一笔单次交易中，投资者所承担的最大资金风险绝对不能超过当前账户总权益的 2%。 这里有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许多人误以为 2% 是指买入资产的仓位大小，实际上它指的是入场价与止损价之间的价差所产生的绝对亏损额。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计算过程来厘清这个逻辑。假设一个交易账户的总资金为5万美元，其 2% 就是1000美元。这1000美元是你在单笔交易中被允许亏损的资金上限。随后，你在图表上发现了一个符合三重滤网标准的买入机会，该资产当前的市价为50美元。根据技术图形的支撑位，你将强制止损点设定在48美元。这意味着你每买入一股，承担的风险是2美元。接下来，用1000美元的最大允许亏损额除以每股2美元的单股风险，得出的结果是500股。这500股就是你在满足 2% 准则下所能买入的最大头寸规模。此时你的实际持仓市值为25000美元，占用了账户总资金的一半，但你的真实风险被严格锁定在1000美元。如果市场发生黑天鹅事件，直接击穿你的止损线，
你失去的仅仅是总资金的2%，账户依然存留49000美元。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不遵守这道防线的后果。如果一个交易者每笔交易承担10%的风险，连续遭遇5次亏损后，他的账户将缩水近一半，想要回本需要实现100%的盈利，这在实战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遵守2%准则的交易者，即使连续面临10次亏损，账户依然能保留80%以上的本金。这道资金准则剥离了面对亏损时的恐惧，只要风险被提前框定，止损就只是一项常规的商业支出，而不是一场毁灭性的财务灾难。2%准则防住了能够一口咬断资金链的鲨鱼，但市场中还存在另一种更为隐蔽的危险，那就是食人鱼。在亚马孙河流域，单条食人鱼的咬合力有限，但一群食人鱼可以在几分钟内将庞大的猎物啃食殆尽。在交易账户中，连续发生的一连串1%或2%的小额亏损，同样会悄无声息地吸干本金。为了应对这种连续的回撤，交易系统需要第二道更为宏观的防线，即6%单月亏损准则。6%准则的作用机制，类似于证券交易所为了防止股市过度恐慌而设立的熔断停牌制度。它的具体执行方式如下：在每一个自然月结束时，记录下账户的总资产净值。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月里，你需要将已经平仓了结的亏损额，加上当前所有未平仓头寸面临的潜在风险额进行加总。一旦这个总和达到了上个月末账户总权益的6%，你必须在同一秒钟停止本月的所有新交易。假设你的账户在上月末的结余为5万美元，6%就是3000美元。进入新的1月后，你进行了几笔交易，累计产生了亏损1000美元。同时，你手里还有2个正在运行的持仓，根据设定的止损位，这2个持仓的潜在最大风险合计为2000美元。此时，已实现亏损加上敞口风险刚好触及3000美元的红线。根据准则，你必须立刻对现有的未平仓头寸进行处理，要么获利了结，要么将止损位上调至盈亏平衡点，以消除敞口风险。更重要的是，在本月剩下的所有日子里，无论市场出现多么诱人的技术形态，你都不能再开立任何一笔新订单。设立这道防线的根本原因，在于应对人类在连续受挫后的心理畸变。当交易者陷入连败时，挫败感会引发强烈的报复性交易心理。此时，急于回本的执念会完全覆盖理智，交易者会开始降低入场标准，强行在没有明显信号的地方频繁下注。专业的机构交易室会有风控主管站在背后，当交易员亏损超标时，会直接拔掉他们的网线，要求其回家休息。对于独自作战的个人投资者而言，6%准则就是那个铁面无私的风控主管，他强制你离开屏幕，阻断情绪恶化的连锁反应，用时间来换取心理的平复与系统的再次校准。在利用资金管理准则保住生存权之后，交易者要实现长期的进步，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反馈和修正系统误差的闭环。人类的记忆是高度不可靠的，大脑具备一种天然的防御机制，它会放大那些盈利的顺境，将其归功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会模糊甚至遗忘那些由于违背纪律而导致的惨痛亏损。如果仅仅依靠记忆去复盘，交易永远只是一场盲目的重复劳动。真正拉开专业选手与业余玩家差距的底牌，是一本详尽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交易日记。在每次按下买入键之前，专业的交易员会将这笔交易的所有细节落在纸面上，这包括具体的日期、交易标的、多空方向、计划的入场价、根据系统设定的止损价以及预期的获利目标。更为关键的是，日记必须清晰记录下触发这笔交易的技术逻辑，例如周线趋势向上的同时，日线的震荡指标是否真正进入了超卖区。此外，
还要记录下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因为害怕错过行情而感到焦虑，还是在严格等待信号出现后的从容？当一笔交易平仓结束后，工作并没有停止，交易员需要回到日记中，填上离场日期、实际的卖出价格、支付给券商的佣金，以及计划价格与实际成交价之间产生的滑点。在这个基础上，为这笔交易打出一个执行分数。在专业的评价体系中，一笔好的交易并不等同于赚钱的交易。如果一笔交易完全按照事前制定的3重滤网规则入场，并且严格执行了止损，哪怕最终亏钱离场，它依然是一笔高分的优秀交易。相反，如果交易者因为恐惧而中途撤销了止损单，虽然市场随后反转让他侥幸获利，但这笔交易在日记中必须被判定为不及格的劣质交易，因为它强化了破坏纪律的坏习惯。通过逐月积累这些数据，交易日记就变成了一个专属于你个人的行为数据库。在月末停止交易的休息期，你可以通过翻阅日记发现系统的结构性漏洞。比如，数据可能会告诉你，你在做多时胜率较高，而在做空时常常亏损，或者你设置的止损位总是过于紧密，导致频繁被正常的市场波动扫出局。只有依靠这些精确的文字和数字记录，交易系统才能实现真正的迭代。当每一笔盈亏都被转化为客观的数据反馈时，交易者就完成了从感性博弈向理性运营的跨越。以交易为生是一本写给普通投资者的市场生存指南。Alexander Elder 通过精神病理学的视角，帮我们戳破了追求刺激与报复的心理幻觉。他所构建的3M 交易系统，要求我们将坚固的心理防线、客观的方法系统与冰冷的资金准则融为一体。在这个充斥着贪婪与恐惧的复合博弈场中，真正拉开赢家与输家差距的，不是谁拥有能够预测未来的神秘指标，而是谁能用多维度的滤网锁定高概率的机会，用2%与6%的防线阻断人性的失控，并依靠客观的交易日记完成自身的不断修正。当交易从情绪的冲动变成一项严谨的商业运转时，你才能在市场的潮汐中实现长久的生存。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通过分享全球的经典好书，用逻辑武装你的财富大脑，陪你在投资的路上慢慢变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还请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相信你的每一次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会让更多人能在这片认知的迷雾中看清真相。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见。